在《西游记》中，真武大帝和孙悟空几乎没有直接的交集。即使在孙悟空闹天宫的时刻，孙悟空通过的是南天门，而真武大帝驻守在北天门。真武大帝也称为北极真武大帝，是一个在天界备受尊崇的神祇。真武大帝亦称为玄武大帝，拥有多种尊号，如九天道魔祖师、无量祖师、三元都总管、九天游艺使、左天罡北极右元大将军、邪运真君、治世福神、玉虚狮相、玄天上帝、金阙化身道魔天尊等等。他的完整称谓为祖师北极法主真武右圣灵阴真君玄天上帝，在神界中享有卓越的地位，传说居住于元和千孝府。道教中著名的四大名山之一的武当山，就是真武大帝的应化道场。真武大帝的形象非常威武，身高100尺，长发披散，身穿金锁甲胄，脚踩5色灵龟，手持宝剑，眼神如电闪雷鸣，旁边常伴有龟蛇2将。据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妙经记载，真武大帝原本是净乐国的太子，生来便具有神通，能洞察微妙之事。他长大后非常勇猛，专注修行，立志要消灭世间的妖魔，不愿继承王位。后来在子虚元君的指引下，他获得了无上的秘法。他在武当山原名太和山修炼了24年，最终功成圆满，白日飞升成神。玉帝赋予他镇守北方的重任，统摄玄武之位，并将太和山更名为武当山，寓意是非玄武不足以当之。真武大帝被视为太上老君的第82次化身。玄天上帝原本是先天使气的一部分，是太极的另一面。在三皇的时代，他曾化身为真人。在黄帝时期，他以净乐国王单圣王后的身份降生，成为太子。天生具有神灵之力，他全心投入于修道，志在达到太虚的境界。他长大后变得勇猛无比，专心修行，辅助玉帝，立志斩断世间的妖魔，保护万物。15岁那年，他离开家庭出家学道，在玉清圣祖紫元君的指导下学习无极上道，并在武当山进行修行。经过42年的努力，他终于成就了高深的道行，功成飞升。玉帝对他的勇猛大为赞赏，任命他为太玄元帅，负责元和千孝府的事务，并镇守北方，掌管玄武之位，驱除妖魔。在天龙汉2年，殷纣王统治的时代，由于殷纣王的淫乱失道，触怒了天界，引发了灾难。6天魔王率领鬼魂大军制造混乱，伤害众生，毒气直冲天际，造成天界震动。元始天尊命令玉帝派遣北极紫薇大帝及玄武大帝去驱逐魔鬼，区分人鬼。玄武大帝赤脚披发，身着金甲玄袍，率领6丁6甲、5龙神兵及数十万神兵奔赴人间。他与6天魔王在洞阴之野激战，魔王化身为苍龟巨蛇，但玄武大帝利用神力将其制服，并锁在丰都大洞中。7天内，天下的妖魔全部被剿灭，人鬼分离，世间恢复了平静。元始天尊认为玄武大帝已经完成了他的神圣使命，于是命令玉帝颁发御册，授予玄武大帝震天玄武大将军和三元都总管等重要职衔。从那时起，玄武大帝得以披发赤足，踏踏龟蛇，挥舞玄旗，身披铠甲，镇守坎宫。他被尊为元帅，人们普遍尊称他为福神。此外，每月他都会降临凡间，以助力国家繁荣和庇佑众生。三清上帝也因其巨大的贡献，封他为玉虚狮相、玄天上帝，简称玄帝。每月的3、7日或称3、6日，他会降临人间，接受人们的祭拜，审视善恶，消除不祥之气。据《太上说玄天大圣真武本传神咒妙经》记载，真武大帝是太上老君变化的第82身，出生在大罗境的无欲天宫，是净乐国王单圣后的孩子。皇后梦到吞下太阳后怀孕，经过14个月的孕期，真武大帝在王宫诞生。成年后，他离家出走，前往武当山修炼，历时42年，
最后修成正果，升天成神。玉帝授予他太玄的称号，并命他镇守北方。屈原在《楚辞》的远游篇中提到了赵玄武而奔蜀，玄武七宿的形象是龟蛇，因此被称为玄武。北宋时期，玄武神曾降临终南山。右圣咒中描述真武大帝为太阴化生，水位之精，他被认为具有掌控水火的能力，能解除水火之灾。因此，在明代的宫内建有许多真武庙，以祈求免受水火灾害。在《西游记》中，真武大帝很少被提及。与孙悟空相比，即使在孙悟空最辉煌的时刻，他也仅与真武大帝的护法神灵王灵官不分上下。这表明孙悟空并不是真武大帝的对手。真武大帝被视为能够镇压三界中的妖魔。孙悟空，一个从石头缝中诞生的猴子，在真武大帝面前并不足为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人物通常拥有高深的道术，孙悟空不是如来佛祖的对手，而如来实际上也不如真武大帝强大。因此，孙悟空只会在他能够应对的地方闹事，而不会去招惹这些强大的神祇。所以，孙悟空不敢轻易去惹真武大帝。此外，真武大帝还有一个名号——荡魔天尊，在他面前，任何妖魔鬼怪都不敢放肆。在《西游记》中，真武大帝和孙悟空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冲突，这主要是因为真武大帝的地位相当于天尊级别，他不需要亲自对付孙悟空这样的猴子。如来佛祖的出手足以解决问题，因为如来佛祖拥有更高的神明级别和能力，能够处理涉及天庭事务的挑战，所以真武大帝并未直接介入与孙悟空的冲突。真武大帝的权力和管辖范围相对较广，孙悟空的级别还不足以需要真武大帝亲自出手。元明两代都非常推崇真武大帝，所以在《西游记》的作者眼中，真武大帝是不可战胜的。因此，孙悟空在闹天宫时也只能避开北天门。三清是道家哲学三位一体的象征，那么三清是哪三清呢？三清分别是太清太上老君、玉清元始天尊和上清灵宝天尊。三清本是同根生的师兄弟，乃是盘古开天辟地后，元神一分为三所化，盘古陨落后，先天至宝盘古腐化为三件。至宝太极图盘古幡和混沌中，太上老君和元始天尊分别得前两件，灵宝天尊也就是通天教主得到了模祖罗侯以龙凤麒麟三足精血所炼制的诛仙剑阵，亦元始天尊。元始天尊又名玉清元始天尊，在三清之中贵为最尊，也是道教神仙中的第一位尊神。历代神仙通鉴称他为主持天界之祖，他的地位虽然高，但出现却比太上老君要晚。道教形成初期并无元始天尊的说法，太平经、遐迩注等均无记载，在中国神话传说中也无来历可循。根据道书的记载，最早出现元始之名的是晋葛洪的枕中书，书中记载混沌未开之前有天地之精，号元始天王游于其中，后二一划分，元始天王居天中心之上，养息天气，辅引地权，又经数节，与太元玉女通气结晶生天皇，西王母天皇生地皇，地皇生人皇，其后桃溪神农皆苗裔也，并曰玄兜。玉京七宝山在大罗之上，有上中下三宫，上宫是盘古真人，元始天王太太圣母所故，此时还只有有始天王的称呼。直到南朝时，梁陶弘景真灵位业图才时有元始天尊之号。隋书经籍志40海于元始天尊，以诸神特性，称他生于太元之先，认为天尊之体长存不灭，每到天地初开，授以密道为开劫夺人，然其开劫非一度矣，故有延康敕明龙汉，开皇是其年号。其问相距经41万载，所度皆诸仙。上品有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皇真人、五方五帝及诸仙观。三清殿中，元始天尊始伏居中，手捧朱轩，左手持之，象征天地不行，万物不生不明，阴阳不分，混沌即宇宙形成的第一个世纪的无极状态。又相传元始天尊是老祖的二弟子，掌管阐教，
住在35重天，圣诞日为冬至日。二灵宝天尊，灵宝天尊名金宝，居三清的第二位，又称上清大帝或灵宝道君，由元始天王的赤太无缘玄黄之气化生，手捧玉如意，由太元圣母体内降生，以后暂住在35天之上的宇，于天上清真境内的蕊朱雀七应紫霞房中，日夜吸纳玉尘精气，庆云紫烟，凝神集气，幻化成形，然后转世脱胎于西方绿纳玉国，寄胎于弘氏欲行为人的肉体，其母怀胎3700年，方才将他诞生于西纳天域茶山伏罗峰下。到年长之后，开始参悟道真，一心追求至道。他坐在七宝笃林下苦思百日，而后遇到元始天尊降临，授予他灵宝大成之法妙经10部。灵宝天尊遂修成得道。三清殿中，灵宝天尊在左边位置，手持太极图或玉如意，象征混沌，辨识着解剖判断的太极状态，以及阴阳的初步划分，即宇宙形成的第2个世纪。上清灵宝佛的圣诞节是夏至，相传灵宝天尊是老祖3弟子，掌管节教，住在34重天。三道德天尊，道德天尊即是太上老君，又称太上道祖、道祖。太清道德天尊，混元上帝降生天尊，开皇末节天尊，老君骑牛法相，简称老君。老君也此极道之身也，元气之祖宗，天地之根本也，大道元妙，出于自然，生于无生，先于无先，挺于空洞，陶于干坤，号曰无上正真之道，神奇微远，不可得名。夫老君者，乃元气道真，造化自然者也，为元始天尊所度的金仙上品，乃一切无有有无之祖，大道化身，自然规律法则的化身，居于在33天之上。真正意义上的道教开山道祖，位列至高神三清尊神之第3位，在千年中国道教的演变史中，一直担任着极为重要的特殊角色。三清殿中，手持太极扇或佛尘，俯视世间万物，象征着万物的原初状态。芭蕉扇象征三生万物。太清道德佛的圣诞节是农历的2月15，太上老君是红军老祖的大弟子，掌管人教，住在33重天。三清道祖都这么厉害，那么你觉得三清道祖里面谁打架最厉害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以上就是今天介绍的道家三清道祖的内容可能会有纰漏或者不准确之处，欢迎指摘交流。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请点赞、关注、转发，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见。